京都人人皆知，兵部尚书家那位倾国倾城的独女是个傻子。我就是那个傻子。我的智商完美的停留在8岁那年，我暴打了冷宫里那个阴质小废太子之后。鲜为人知的是，我这傻是装的，只为保命。我装了整整10年，眼看就要熬到青梅竹马的未婚夫来娶我，逃离这苦海。一道圣旨砸下来，那个当年被我揍过的小废太子，如今的暴君楚恒，竟亲封我为纯妃。我当场就摔了圣旨，这婚必须退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，我叫顾蛮，年方18，装傻10年。我爹兵部尚书，在我8岁那年连滚带爬的把我从宫里带回家后，掐着我的人中告诉我，闺女，咱得装傻，不然咱全家都得完完。原因，我路见不平，为了救新任小太子楚玉，把欺负人的小废太子楚恒给揍了。我爹说他至今记得楚恒那双淬了毒的眼睛，盯着我，一字一句地说，你们都不想让我活，我偏要活，我还要活着弄死你们。我爹哆嗦着说，此子乃帝王之相，亦有枭雄之姿。蛮，咱惹不起，只能躲。于是回府后，我惊惧过度，高烧不退，醒来后便心智不全，成了傻子。连宫里派来给我治病的太医都束手无策，说我这傻症要时无医。这一傻就是10年，我成了京都有名的傻子美人。10年间，楚恒这个冷宫弃子竟真的杀回来了。战场弑君传言，假传圣旨传言，谋朝篡位公认，成了人人畏惧的暴君。登基之后，他为国守孝3年，不近女色。据传是战场上伤了根本，不能人道。这孝期刚过，他第一道选妃圣旨就砸我头上了。接旨吧，纯妃娘娘。宣旨的刘公公嗓音尖细，拿眼角的余光斜睨着我这个傻子。我立刻进入状态，仰起我人畜无害的脸，笑得像个二傻子。皇帝陛下是要娶我吗？嘻嘻，好玩。我接过圣旨，当宝贝似的左看右看。府门一关，我反手就把圣旨砸在地上。楚恒，你个王八蛋，欺人太甚！我冲去墙上摘剑，老娘跟你拼了！鱼死网破。我爹扑过来夺下剑，老泪纵横。蛮，我的小祖宗，弑君是抄家灭门的大罪。9族，咱家9族都得给你陪葬。我嚎啕大哭。狗暴君为什么娶我？不就是记仇，想把我弄进宫里，在眼皮子底下慢慢折磨。我当年仅只是小地打了他一下而已啊！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何况是娶你？我爹瘫坐在地上，我把剑横在自己脖子上。爹，你去退婚，你不去我现在就死。我不要嫁给太监，不能人道，可不就是太监吗？我爹连滚带爬的进了宫，一夜未归。我抱着剑，我娘抱着我，一夜未眠。第二天一早，宫使直接宣我入宫。我知道决战时刻到了，揣上防身的短刀，我欢天喜地地进了宫。金銮殿上，文武百官分立两侧，楚恒高坐龙椅，玄色龙袍，冕旒遮面，看不清表情，只觉一股冰冷的压迫感扑面而来。他一步步走下丹壁，来到我面前。我低着头，能看见他绣着金线的龙袍下摆和靴尖。抬起头来，声音低沉，听不出情绪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抬起头，用力眨巴着我的卡姿兰大眼睛，挤出一个标准的傻笑。四目相对，我愣了一瞬，龙章凤姿，面如冠玉，好像画中谪仙。这暴君长得也太好看了吧，跟小时候那个瘦骨嶙峋、眼神阴鸷的小可怜判若两人。只是那眼神太冷太深，藏着太多看不透的东西。听说你及笄3年，心智还未开。他语气玩味，我心底大骂，没开还不是因为你。脸上却笑开了花，再开了。可能皇上开得早，我开得晚点罢。满朝文武倒抽一口冷气。我爹扑通跪下，皇上恕罪。小女痴傻，言行无状，冲撞圣驾。楚恒没理我爹，嘴角勾起一抹冷弧。顾青言重了，顾蛮是朕的纯妃，你便是朕的岳丈，何罪之有？是吧，
顾瞒。我只能硬着头皮，对呀对呀，皇上要娶我，我爹爹就是皇上的爹爹了。来，快叫爹爹！我一把抓住他冰凉的手，就往我爹那边拽。我爹脸都吓绿了，差点晕过去。群臣哗然，我爹拼命朝我使眼色，示意我悠着点胡来。首辅颜文卿立马站出来，陛下，后宫当纳贤良淑德之女，顾小姐心智不全，恐误宫闱，望陛下三思。一堆人附和，是啊，陛下。傻子岂能为非？我大雍自开国以来，还未有傻子入后宫的先例。楚衡眼神瞬间冰寒，死死盯着我爹。顾卿，朕敢叫，你敢应吗？我爹磕头如捣蒜，臣万万不敢。折杀老臣了，完了，戏过了。我立马抱住楚衡手臂，声音甜得发腻。皇帝陛下，你这样，满满好害怕呀，我自己都快吐了。楚衡任我抱着，俯身逼近，脸几乎贴到我面前，气息冷冽。朕听说你是8岁入宫后傻的，那年发生了什么事？他果然是为这个。我心脏狂跳，袖中短刀划入掌心。他目光好似扫过我的手，轻笑，心病还需心药医，既是在皇宫病的，入宫后朕亲自治你。他转向群臣，声音陡然凌厉，朕充盈后宫，延绵国祚，众卿意见很大，可傻正恐遗传皇嗣啊，陛下。众人伏地恳求，我拳头硬了，谁要给暴君生孩子？楚衡冷笑，朕意已决，谁在妄议，是同抗旨。群臣噤若寒蝉，我一咬牙，豁出去了。皇上，我有未婚夫，不能嫁给你。殿内一片死寂。楚衡眼神陡厉，哦，未婚夫。我手一指颜文卿，暴君登时目露凶光，我赶紧闭嘴。颜卿，可是你家幼子言辞？颜文卿立刻跪倒，高举一纸文书，陛下明鉴，幼子顽劣，不愿履此婚约，退婚书已备好，即刻便可送入顾府。我如遭雷击，去岁颜夫人还拉着我娘的手，信誓旦旦说不嫌弃我，今年必让颜慈八抬大轿迎我过门，如今竟在金銮殿上耍无赖。楚衡接过刘公公呈上去的退婚书，看都没看，直接置于烛火之上，火焰腾起，映着他冰冷的侧脸。颜卿老糊涂了，顾瞒是朕的纯妃，与旁人何来婚约？轮得到你来退？颜文卿霎时抖如筛糠，连连磕头。老臣糊涂，罪该万死。皇上恕罪，你该磕头赔罪的人是纯妃。颜文卿愣怔片刻，面露屈辱，朝我重重磕头，请娘娘恕罪。我看着他满头白发，一阵恶寒。回府待嫁，我怒撕了一整套珍藏的春宫图，还不解气。我不信颜慈如此绝情，直接冲去颜家讨说法。却见街上颜慈搂着一个娇媚女子，你侬我侬。颜慈哥哥，我维持人设冲过去，颜慈像见了屎一样甩开我，满脸嫌恶。顾瞒，你以为皇妃自重些？我与你从未有过婚约。金銮殿上皇上金口玉言亲口说的。围观的人指指点点，看啊，这就是那个傻子，不知廉耻。这么漂亮的美人儿，可惜了是个傻子。怒火攻心，气急败坏，我冲上去狠狠地咬在言辞手臂上。啊！言辞吃痛，猛地退开我。我向后倒去，却跌进一个冰冷坚硬的怀抱。一抬头，对上楚衡深不见底的眼眸。他什么时候来的？他搂着我，看向吓得魂飞魄散、跪地求饶的言辞，声音淬毒。当年你颜家落魄如狗，是顾家接了你这盘狗屎，如今攀上高枝，就翻脸不认人，忘恩负义被你们颜家演得明明白白。言辞磕头如捣蒜，哪只手推的纯妃？剁了！暴君竟然有点帅。侍卫领命，欲拔剑上前，随行的刘公公赶紧劝住。皇上明鉴，明日大婚不宜见血。楚衡低头看我，语气莫名温柔，还气吗？我重重点头。他挑眉看向言辞，我竟心领神会，上前对着言辞的脸啪啪2个大耳刮子，清脆响亮，爽。楚衡满意，拦腰抱起我上了马车。
别咬人，脏。他递给我一杯热茶。你很喜欢他？不喜欢。那为何大婚前还来寻他？大婚二字楚恒咬得极重，我立刻意识到自己触怒了暴君，免得他在骗别的姑娘。我瘪嘴，委屈上涌，眼泪登时掉下来。他愣住，笨拙地替我擦泪。别哭，言辞脏心烂肺，连你的头发丝都配不上。爱你的人会爱你的全部，不爱你的人只爱你的家世、容貌、价值。我怔住了，这暴君好像在安慰我。大婚典礼极尽奢华，我顶着沉重的凤冠，全程保持天真无邪的傻笑，心里骂了狗暴君千万遍。是夜，洞房花烛，灯火摇曳。我紧张地攥紧袖中短刀。楚恒平退所有工人，他挑开我的盖头，眼神深邃，看不出喜怒。我心跳加速，手心冒汗。他忽然俯身，将我禁锢在床榻之间，气息带着酒香，混合着他身上独有的冷冽。顾蛮，你还要装到几时？我心脏几乎停跳，但10年演技不是白练的。我立刻扁嘴，眼眶泛红。皇帝陛下凶蛮蛮，蛮蛮害怕，我要爹爹娘亲。眼泪说掉就掉。楚恒盯着我看了许久，久到我以为他真的要动手了。他却忽然叹了口气，抬手极其轻柔地擦掉我的眼泪。罢了，10年前你可是半点都不怕朕。我心如肋骨，秋后算账虽迟但到。楚恒起身倒了2杯合卺酒，递给我一杯。他的侧脸没在烛光里，看不清表情。蛮蛮，喝下这杯酒，从此你就是朕的妻子。我大概是被狗暴君吓出了幻觉，竟听出了一点温柔缱绻。收了眼泪，我眨巴着大眼睛，凑近闻了一下，酒香四溢，心内却警铃大作，酒里会不会有毒？我灵机一动，接过酒杯，决定来个绝杀。我歪头，纯真地看着楚恒问：皇帝陛下，喝了这个，我们就能完生小娃娃的游戏了吗？噗！暴君他被酒呛到了，耳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红了。虽然马上被他冷脸压下去了，但他肉眼可见的慌了。他恶狠狠地逼近我，谁教你这些的？府里的嬷嬷呀。他们说成亲就要生娃娃，就像我爹娘成了亲就生了我，皇帝陛下的父皇母后成了亲就生了陛下。我趁机把毒酒洒了，就去扒拉他的衣领，试图给他宽衣解带。楚恒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猛地弹开了，脸色黑得像锅底。闭嘴，睡觉，朕不动你。楚恒竟自行更衣，在外侧躺下。我僵在里侧，满脑子问号。暴君疑似不行实锤了。暴君好像有点纯情，我的小命暂时保住了，但我这心里咋更毛了呢？他最后看我的那个眼神，复杂的跟9连环似的，有恼怒，有审视，有窘迫，好像还有那么一丝探究。他到底信没信我傻啊？我一夜未敢合眼，直到天际泛白才勉强眯了会儿。刚睡着，就梦到楚恒要砍我的头。我一个猛子惊坐起身，却见楚恒睡在身侧，我一个弹跳，差点掉下床。楚恒一把捞住我的腰，把我揽回臂弯。我才发现自己里衣松散，本能的抬手去打狗暴君，却被他猛地压住手腕，反制在身下。蛮蛮意欲何为？我脑内突然灵光乍现，福至心灵，反手摸向暴君。你在干什么？暴君气息灼热，脸红的滴血。我豁出去了，眨着纯洁的大眼睛，硬硬的，好神奇，想找到送给陛下把玩。他浑身一僵，像被烫到般弹起，落荒而逃。哼，小样，还治不了你了。不对，暴君不是不行吗？那我刚才摸到的是啥？幻觉，我真的被楚恒吓出了幻觉。易安皇后来检查喜帕的时候，我还在床上摊成一条咸鱼，衣领半敞，香肩半露，眼睛紧闭。我的陪嫁婢女芍药大声喊着皇后娘娘驾到给我通风报信，可我眼皮重的能掉成坨。一群宫女太监跟着皇后浩浩荡荡，进殿就看见我又累又衣衫不整的样子，皇后气得牙都要咬碎了。这位易安皇后本名吴芳妃，是太后的侄女，先帝楚玉的皇后，现任暴君楚恒的前未婚妻。没错，
为了保命，我进宫前做足了功课，挖到了皇家秘辛。吴芳菲还在娘胎就跟楚恒定了亲，结果楚恒被废太子，她扭头就嫁给了楚恒他弟楚玉。当年楚恒和楚玉打架也是为了他，而我稀里糊涂成了三角恋故事外的一环。贵圈真乱，但我真的冤。吴芳菲的牙咬得嘎嘣脆，两个老嬷嬷当场把我拎起来按在地上磕了响头，我的瞌睡全醒了，好想把他们打成猪头，但人设不能崩，我立刻瘪嘴干好。你们欺负我，我要告诉皇帝陛下打你们屁股。吴芳菲的护甲凉飕飕地抵在我下巴上，一个傻子也配爬龙床？陛下封你纯妃，就是看你蠢。我趁机挣脱，手腕一抖，把沾血的洗帕精准甩到他脸上。呵，刚掐破的手指，血还热乎着呢。他当场炸毛，见人竟敢。他巴掌挥过来时，我猛地蹲下，他直接给我身后的老嬷嬷来了个耳光暴击。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按好了！几个太监应声要来按我，一声冷喝破空而来，成何体统？暴君驾到！我瞬间戏精附体，扑进楚恒怀里，嘤嘤。皇帝陛下，疯女人打满满，呜呜呜！暴君的手攥得死紧，声音却柔得像棉花糖，满满不怕，朕在，朕在。吴芳菲极度的面目扭曲，指着我对着暴君大呼小叫：陛下娶这傻子，不就是还在气我当年？吴芳菲自觉失言，赶紧转换话头：我跟陛下本来就有婚约，您继了皇位，也可以继了我。楚恒眼神一暗，一安皇后慎言，若是疯了就去吃药，不要在这里吓朕的爱妃。吴芳菲还不死心，这个傻子配生龙种，就该扔进冷宫，让他自生自灭。楚恒突然笑出了冰碴子，朕就是从冷宫里爬出来的，你看朕死了吗？吴芳菲吓得伏跪在地，连呼皇上恕罪，臣妾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偷眼看吴芳菲和楚恒，恍然大悟，吴芳菲退了楚恒的婚，楚恒也逼着严家退我的婚。楚恒将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全都加诸在我身上，还用我来恶心吴芳菲，一箭双雕。楚恒没理吴芳菲，他环视全场，一字一顿：纯妃将是未来的中宫之主，尔等竟敢冲撞她，全都拉下去，重则100大板。一众太监宫女跪在地上哭喊求饶。我星星眼看着楚恒，他向着我的时候好帅，脑内啊震耳欲聋。至于他说了什么，一句也没听进去。楚恒说完，转而低头看我，帮我拉上衣领，神色幽暗地盯着我。爱妃，昨晚感觉如何？今晨不是还说很硬？我羞愤难当，突然恶念上涌，来吧，相互恶心吧。我扑上去，用嘴堵住楚恒的唇。世界静止了，楚恒瞳孔地震，吴芳菲当场气晕过去，直挺挺地被抬了回去。我松开楚恒，呸呸2声，使劲擦嘴。楚恒蹙眉，脸黑如炭，你在嫌弃朕？我立马化作柔弱小白花，头摇得像拨浪鼓，咬着手指看着脚尖想狡辩致辞，不是的，没有。楚恒不等我编完，弯腰捡起了地上的洗帕，玩味地看我，爱妃连落红都懂。我双腿一软，立刻跪下，泪眼汪汪。嬷嬷说没有落红，就是不干净，要杀头的。皇帝陛下，我只跟你睡过，我很干净的。楚恒表情变幻莫测，最终咬牙闭嘴，转身拂袖而去。我瘫坐在地，冷汗涔涔，这皇宫果然不是人待的地方。进宫前，我爹爹就再三叮嘱我要随机应变。随机应变这4个字就很妙。我一个弹跳爬起来收拾包袱，把陪嫁的金银细软、翡翠珊瑚、文人墨宝装满了整整2大麻袋。可我还没开始跑，楚恒他就去而复返了。他带着整个太医院的御医来为我治傻症了。见到我正蹲在地上往包袱里塞东西，楚恒疑惑：爱妃这是作甚？我赶紧傻笑着抓起一个东西往嘴里塞，一众太医一看全都傻了。楚恒脸都绿了，空气凝固，时间停滞，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盯着我。我用眼角的余光偷瞥自己正咬的东西，赫然是一本春宫图，嘴里咬的正是不可描述的部位。我被蛇咬了一样丢下那东西，脚趾疯狂抠地，心里疯狂呜呜，这皇宫有没有地缝啊？好想钻进去。
求暴君把我活埋了吧！我欲哭无泪，脸深深地埋在手和双腿之间，没脸抬头。楚恒朝我走过来，我别过身去，不敢面对他。御医们在后面小声蛐蛐：陛下是不是真不行？娘娘分明是欲求不满。娘娘这儿有问题。一个御医指了指自己脑袋，可他要是没尝过，怎么能食髓知味呢？看来外面的传言都是假的，咱陛下还是行的，就是得加把劲儿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终于有御医干咳了几声，嗫嚅着开口：嗨嗨，娘娘初尝合卺之欢，这也属正常。嗨嗨，正常个鬼啊！还不快滚！楚恒朝一众御医暴喝，御医们赶紧撒丫子撤退。楚恒神色复杂，一把抱起我就往寝殿里走，重重关上了殿门。楚恒把我扔在床上，强行拿开我的手钳制住，面色玩味，蛮蛮真的很想玩生娃娃的游戏。我还没从尴尬中回神，拼命想挣脱楚恒的手捂脸，却被他攥得死死的。我几乎要装不下去了，但这时候不装傻才更无地自容，只好勉强挤出傻笑，蛮蛮怕疼，说着还嘶嘶两声。听我娘亲说生娃娃很疼很疼，能不能陛下来生娃娃呀？楚恒突然怔愣了一瞬，脸色惶然，似有悲戚。他放开我，神色凄凄，怕疼，不生也可以的。楚恒走后，我才猛然想起，爹爹说过，楚恒出生的时候是误生，也就是脚先出来，他母妃难产出血，疼了一天一夜才生出楚恒。所以楚恒出生后，他母妃就很嫌恶他，听到他父皇封他为太子，就更加厌恶他。直到生了楚玉，便处心积虑地废掉楚恒，帮楚玉坐上了太子之位。怪不得楚恒小时候那么乖张，小小的人儿眼里全是愤恨。当时被我打了之后看我的眼神，我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2天后，楚恒又带着御医来了。御医为我诊脉后，说我体魄强健，身体无碍。他8岁的时候被板砖拍了脑袋，很多事不记得了，如何能让他脑子恢复正常？我心中万马奔腾，这狗暴君没完没了了是吧？等等，被拍板砖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为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？谁拍的？我看向楚恒，他跟小时候眼睛淬着毒的饿狼少年重叠了。合着楚恒小时候就心狠手黑，想打死我，所以一个小小的我从他手上逃脱，苟活了10年，就让他惦记了10年。我在心里复盘了一下得罪他的人：楚玉打他，战死；老皇帝废弃他，病死；太后嫌恶他，现在护国寺吃斋念佛；吴芳妃抛弃他，在他眼皮子底下快疯了。那我离死不远了。他还想让我想起一切清醒的死。太医朝楚恒作揖，娘娘的病根深蒂固，非一朝一夕能治好，就时就地可能会刺激他一起就是往事。你是说带他去他以前常去的地方，做他爱做的事？狗暴君转头就把我带进了冷宫，他甚至连正门都不给我开，而是把我带到一个狗洞前。熟吗？当然熟，当年我就是从这里爬进去，救了楚玉，打了楚恒。为了报复我，狗暴君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他看了看狗洞，朝我努努嘴，示意我从狗洞爬进去。欺人太甚，但我眼珠一转，给我发配到冷宫，也许是我活命的机会。好嘞，老娘先爬为敬。提起繁冗的裙摆，我扑通跪在狗洞前，拼命往里面爬。奈何洞小，人卡住了，进退两难。我赶紧朝暴君求助：皇帝陛下，推我一把，我要进冷宫。暴君一把揪住我的后衣领，把我薅出来，提溜着我从正门进去了。刚进门，我就直奔院里那棵结满黄杏的大树，抱着树干3两下就爬了上去，站在树杈间，一手抱着树干，一手摘杏。摘了一颗，就急不可耐地咬了一口。阳光刺眼，我眯眼向下望，竟看见暴君笑了。他嘴角微扬，眉眼舒展，碎金落在他轮廓分明的脸上。这暴君笑起来竟如此勾魂摄魄。甜吗？他仰头问。甜啊，甜过初恋。我慌忙抹掉口水，扔下一颗杏。他轻松接住，我却脚底一滑，惊叫着坠下。完了，色字头上一把刀。没等到预料中的疼痛，却跌进一个坚实的怀抱，
清冽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抬眼正对上楚恒滚动的喉结和线条流畅的下颌。顾蛮，他声音低沉，震得我耳膜发麻。我心一横，反正都要死，死前我要把狗暴君的便宜占尽。我立刻水蛇般缠上他的脖颈，缩进他怀里，脸埋在他颈窝，声音掐得又软又糯，还带着哭腔。皇帝陛下，满满好害怕，吓死我了。发丝蹭过楚恒的脸颊，气息拂过他的皮肤。他身体一僵，手臂收紧。怕？他嗤笑，朕看你刚才爬树比峨眉山的猴子还利索。我被噎了一下，狗暴君真是不懂风情，嘴上却更软，是陛下笑得太好看了，满满一看就晕乎乎的了。快说我可爱，快被我迷住了，不杀我了。我内心咆哮。他低笑，胸腔震动。哦，是朕的错。不敢。我搂得更紧，手不着痕迹地抹撒着他颈后的皮肤，竟摸到一处硬硬的疤痕。楚恒放下我，忽然抬手，我下意识躲避。他竟拈下我发间的杏叶，指尖若有似无地擦过我的耳廓，带来一阵战栗。接着他轻笑一声，又用指腹抹去我嘴角残留的杏子甜汁，眼神玩味。狗暴君，他在撩我。我的脸蓦地一下烧了起来，心跳漏了不止一拍。狗暴君，故意的吧？似聊非聊才真挠得人心痒痒。我不自觉地咬了咬嘴唇，如果不是隔着10年的血海深仇，狗暴君认定的，这会真想把他推倒。顾蛮，他忽然连名带姓唤我，嗓音沙哑，朕等了你10年，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我心脏狂跳，面上却委屈巴巴。皇帝陛下在说什么？蛮蛮听不懂，蛮蛮不傻，嬷嬷都夸我学规矩快。他猛地逼近，鼻尖几乎要碰到我的，灼热的气息喷在我脸上。学规矩快，包括如何用嘴堵针，包括懂得出叶落红，包括知道哪里硬。我吓得后退，却被他拽到廊柱前，上面刻着模糊的字迹，一边是楚恒，另一边似乎原本也有个名字，但却被刮花了。我脑子里瞬间闪过无数宫斗画本剧情。白月光，这一定是他的白月光，而我是长得像他白月光的替身。他心里有个求而不得、刻骨铭心，甚至可能已经香消玉殒的女子，所以他把我这个仇人弄进宫，所以他不碰我，所以他看着这颗痕眼神那么复杂。突然一股复仇的恶意冒上来，我一下忘记了自己的人设，脱口讥讽：哎呀呀，皇帝陛下还玩刻字留念这套，这是哪位放在心尖上的朱砂痣白月光啊？楚恒身形猛地一僵，眼底痛楚翻涌，他好像把我忘干净了。一个保住小命的念头快速闪过，我的眼睛都亮了几分。白月光的杀伤力，谁懂？我要做个胜于白月光的白月光替身，羡慕他，代替他，成为他，让他成为我的保命符。皇帝陛下很爱他。我眨着眼问，朕这辈子只与他有过好时光。他望着我，眼神恍惚。暴君竟是个情种，好可惜，我不是他。我一回宫，立刻派芍药去查暴君的白月光。可当年他困居冷宫，身边仅有一个老嬷嬷伺候，而那人早已离世。我咬牙掏出嫁妆匣子，拿去。重赏之下，我不信撬不开这宫里的嘴。芍药回来了，他哭丧着脸跟我说，他挖出了一桩旧案。当年我被楚恒打得头破血流那天，老皇帝竟震怒，抽了楚恒50鞭。我脑中嗡的一声，瞬间闪过他颈后那道细长狰狞的疤，是了，是鞭痕。我腿一软，险些栽倒。完了，全完了。我终于摸清了这暴君的脑回路，这50鞭的债，他定然一分不差地算在了我头上。难怪他非要让我恢复神智，他是要让我明明白白的死，才好解他心头之恨。芍药切补充，倒是有工人恍惚记得，小楚恒身边曾有个小宫女出现，而后又不知所踪，线索到此彻底断了。我还来不及心疼折了大半的嫁妆，暴君的报复就雷霆般降临。首当其冲便是我的胃。第一天，御膳房流水似的端来烧鸡，摆满一整桌，烤得略糊，却焦香扑鼻。我狂喜开啃，吃得满嘴流油，3只之后，见到畸形物体就反胃。第二天，
全是清一色的素菜包子，皮厚馅少，吃得我脸都绿了。第3天，直接升级成能砸死狗的冷硬馒头，配1碗凉水。我拿去御花园喂狗，那狗闻了闻，竟冲我翻个白眼，扭屁股走了。最绝的是，楚恒竟派来个起居舍人，寸步不离地记录我的用膳实况。看着那大叔奋笔疾书的模样，我捡起冷馒头，啃得泪流满面，心里将狗暴君骂了1000万遍。装傻这事，我是不是该招了？这非人的折磨，我是一天也熬不下去了。偏偏这时，吴芳菲带着一群宫女太监，浩浩荡荡来探望我了。哟，这不是纯妃娘娘吗？怎么沦落到啃冷馒头了？失宠的滋味好受吗？她笑得花枝乱颤。我脑子忽然闪过一道白光，柱子上跟楚恒的名字刻在一起的，该不会是吴芳菲吧？我越想越觉得就是这样，我心里的邪火噌地冒出来。据我所知，吴芳菲跟楚玉在一块之后，没少欺负楚恒，楚恒竟还对他念念不忘。呸，男人！我抬头轻蔑地看了吴芳菲一眼，故意凑近她，也不装傻了。失宠首先要先受宠，皇上夜夜宿在我宫里，宠幸我，不像你，连失宠的机会都没有。吴芳菲像被蛇咬一样指着我，你不是傻子，你是装的。她后退几步，指挥人来抓我，顾瞒，我要告诉皇上治你欺君之罪。一堆宫女太监来抓我，我趁乱一脚把吴芳菲踹进了太液池里。娘娘！宫女们乱成一团。我趴到池边一看，只见她在浑浊的泥水里扑腾，吓得花容失色。有人大喊：不好了，纯妃娘娘把皇后娘娘推进太液池了！好歹毒的心思！我不经意一瞥，竟看到楚恒正朝这边过来。完了完了！我咬咬牙，眼睛一闭，扑通一声也跳进了太液池。救命！咕嘟，池水瞬间淹没口鼻，我被呛得眼泪直流。繁复的衣裙吸了水变得沉重无比，越挣扎陷得越深。混乱中，我听见岸上工人惊恐的尖叫和急促的脚步声。紧接着，一道玄色身影毫不犹豫地跃入水中，强有力的手臂一把拦住我的腰，将我猛地带出水面。嗨嗨！我趴在他怀里，咳得撕心裂肺，浑身冷得发抖。楚恒脸色铁青，眼底是我从未见过的惊怒慌乱。他打横抱起我，对着身后怒吼：传太医！快！他抱着我快步走向内室，经过吓傻的刚被捞上来的吴芳菲身边时，眼神冰冷的能杀人。义安皇后禁足长春宫，无朕旨意，不得踏出宫门半步。回到屋里，他着工人为我更衣洗漱。待我洗好，他用厚厚的锦被裹住我，手忙脚乱地给我擦头发，动作笨拙。我说嗓子疼，楚恒赶紧拿过我的手，帮我揉按烧伤和大鱼际血，嗓子竟真的慢慢好转。没想到楚恒还有这一手。我看着他紧绷的下颌线和还在滴水的发梢，心跳忽至。他好像真的很担心我，吓死朕了。他低声喃喃，手上的动作却不停歇，一边揉按一边问我有没有好一点。好很多了。我咬着嘴唇笑看着他，楚恒一把将我抱在怀里。那一刻，他怀抱的温暖和剧烈的心跳，奇异地抚平了我的惊慌和连日来的心惊胆战。一种陌生的酸酸甜甜的情愫静悄悄在心口滋生。我赶紧按住自己疯狂的心思，决定亲口问一问楚恒，他的白月光到底是谁？我抬眸，眨巴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问楚恒：皇帝陛下，您的白月光是皇后娘娘吗？楚恒嗤笑一声，敲了我脑袋瓜一下：怎么可能？朕从来没喜欢过她。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那您的白月光叫什么名字？楚恒深深地看着我，眼底情绪翻涌，最终化作一声极轻的叹息，带着难以言喻的复杂情感。满满。突然叫我的名字干嘛？忽然，轰，像是一道惊雷在脑子里炸开。我明白了。满满。好消息，他的白月光不是吴芳菲。坏消息，他的白月光的名字跟我的一模一样。我瞬间僵住，血液都凉了半截。本来以为只是长得像，没成想竟连名字都一样。怪不得他总能极其自然地叫我满满，他是透过我看他的满满吧。
原来他对我那点好，那些维护，那些看似纵容的举动，甚至跳水救我，都是因为他那个白月光满满。我的确是个替身，不知为何，巨大的失落和委屈瞬间淹没了我，鼻子一酸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涌了上来。楚恒轻轻拍着我的后背，像是在跟我说话，又像在自言自语。冷宫里的那棵杏树，是我们俩一起吃了杏剩下的核，埋下去长出来的。我猛地抽回手，转过身背对他，声音闷闷的：哦，我困了，皇帝陛下晚安。楚恒似乎愣了一下，想扳过我的身子。怎么了？我突然就转过身，抱住楚恒的脖子，委屈的直哭。我再也不要吃烧鸡了，又油又腻。也不要吃素菜包子，一点油腥都没有。更不要吃馒头，又冷又硬，狗都不吃。你不要欺负我，我会哭的，我真哭。楚恒愣了片刻，旋即失笑，把我整个揽进怀里，用掌心轻轻拍我的背。好好好，我的蛮蛮，你受委屈了，以后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不想吃的通通不吃。我也不要吃杏了，酸死了，我牙都酸掉了。我窝在楚恒怀里，眼泪啪嗒啪嗒落在他的胸口，他僵了一瞬，喉结鼓动，沉默了片刻，他轻轻地在我额头亲了一口。我不死心的想要垂死挣扎一下，皇帝陛下，您喜欢蛮蛮吗？楚恒深深地看着我，喜欢，朕从始至终都只喜欢你一个人，就算你什么都想不起来，朕也会一直喜欢你，爱你，保护你。我心里酸酸胀胀，楚恒大概不知道，我说的这个蛮蛮是我自己呀。那晚我被楚恒圈在怀里哄睡，他的心跳一声一声，敲得我耳根发软。身体一好，我就摸黑偷溜进冷宫，拿着我的短刀，对着柱子上那个被刮花的名字狠狠又添了2刀，然后在楚恒旁边用力刻下顾满2个字。刻完还不解气，又在一旁补上1行小字，到此一游，酸性退散。可盯着那名字，鼻子又忍不住发酸。我环顾了一圈冷宫，眼里全是瘦小的楚恒在这阴冷荒凉的院子里独自度过的年少岁月。小小年纪被父皇不喜，被母妃厌弃，太子之位被废，被的父母独宠的弟弟欺负，还被我打了一顿。我想，他那位白月光可能就是那位在他身边陪侍的小宫女吧。他陪着他度过了严寒酷暑，陪他度过了至暗时刻，但不知何种原因没陪着他走向光明的未来。他是他的救赎，所以他对他念念不忘。我刮掉了我刻下的那行字。我心里很明白，替身是争不过白月光的，而且我跟楚恒隔着那么深的仇恨，他恨不得将我抽筋扒皮，我竟还敢肖想他，真是美色当前，命都不要了。我将短刀朝着杏树上一掷，精准地打下一颗酸杏，准备回宫去了。打开门，就撞进了楚恒坚实的怀抱。他一脸疑惑地看着笑容可掬的我，眉眼在月光下温柔的不像话。我一下跳起，楚恒接住了我，我双腿盘在楚恒腰间，举起手里的杏递到楚恒嘴边。杏，甜的。楚恒愣了一下，低下头轻轻咬了一口。我偷偷藏起了杏核，我要把它种在楚恒寝殿的院子里。我正拿着小铲子在养心殿的院子里挖土埋杏核，芍药匆匆跑来说太后回宫了，唤我前去请安。跟他一同来的还有太后身边伺候的老嬷嬷。我心下一惊，太后不是在护国寺吗？怎会突然回宫？不过稍微想了一下，也猜到必然是长春宫那位给太后通风报信了，他要在沉默中爆发了。偏偏今日楚恒又不在宫内，这是想趁着这个机会置我于死地。我心下骇然，但也没有推拒的理由。我低头看着地上挖好的坑，不紧不慢地把杏核埋进去，盖好土。老嬷嬷不耐烦地吼我：太后娘娘宣召你，还不快点？别急别急，等我埋好我跟陛下的杏子，希望这杏子能长得比冷宫里那棵好吧。我好好打扮了一番，去见太后。芍药满脸担忧地跟着我，却在进殿时被拦在了外面。听闻太后年轻时是个倾国倾城的美人，而且冰雪聪明。我诚惶诚恐，在心底默念了3遍我是傻子，告诉自己随机应变。到了殿内，我立刻换上了标准的二傻子笑。故装傻专业10级，瞒，此刻将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。见到太后，
我赶紧跪在地上请安，把头埋得像个鹌鹑。你就是纯妃？太后慈眉善目地看着我，我却感觉脊背发凉。我还未及回话，吴芳妃就厉声呵斥我，傻子就是傻子，连礼数都不周全。我心想要糟，果然是他。我赶紧一脸无害地朝太后行礼，回太后娘娘，臣妾是纯妃。果然如传言那般，生得倾国倾城。吴芳妃突然扑通跪在太后面前，母后，这个傻顾瞒装傻欺骗皇上，他3番5次在皇上面前陷害臣妾，你要为臣妾做主啊，诛他9族，刮花他的脸。太后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，声音却还是慈祥无比。纯妃，皇后说的是真的吗？我傻傻抬头摆手否认3连，不是，没有，别瞎说。臣妾是真傻。我双手叉腰，气鼓鼓地问吴芳妃，皇帝陛下金了你的足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吴芳妃不屑地一笑，就朝我走来，我疯狂转动脑袋瓜，想应对之策。太后娘娘却笑着摆摆手让吴芳妃退下，吴芳妃很是不甘，她离开前狠狠瞪了我一眼。待殿内只剩我跟太后2人时，太后突然敛了笑容，竟起身屈尊走到我面前，俯身，指尖划过我的脸颊，像毒蛇吐着信子般低语：哀家知道你是装傻的。我想继续装傻，让太后相信我是真傻，但太后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冷汗直流。当年给你治病的太医是哀家派去的，让你装傻的主意也是哀家让他转达的。只因你当年救了玉儿，哀家便也想救你一命。我伏跪在地，浑身发抖，冷汗浸透了里衣。太后递给我一个小瓷瓶，让皇帝服下。听话，哀家能让你活；不听话，哀家也能让顾家9族跟你一起下地狱。你可不要服了哀家的好意。我攥着那只瓷瓶，浑身发抖。楚恒中毒了，呕泻不止，昏迷不醒，而毒源是从我寝宫中搜出的瓷瓶。我被以谋逆罪打入天牢。养心殿内，太后平退了所有人，笑看着病床上的楚恒。恒儿，你自小多算计，却没想到也有今天吧？你杀我玉儿，捏造圣旨，谋朝篡位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太后笑得猖狂又苦涩，她筹谋3年，终于等到了杀一个儿子替另一个儿子报仇的机会。太后伸手探了探楚恒的鼻息，竟还一息尚存。她抬头，神色忽而哀伤不已，似是看到了故人。玉儿，母亲替你报仇。太后突然拿出一柄利刃，就朝楚恒刺去。当啷一声，太后手里的利刃被弹飞出去。我的短刀跟利刃碰撞出的火星四溅，2把短兵钉入墙壁上，发出轻微震动。太后大吃一惊，她抬眸看我，眼睛血红。楚恒也适时起身，喊了声母后。太后震惊的连连后退，她指指我，又指指楚恒：你们胆敢合伙骗我？我朝太后拱一拱手：太后，吴家被御林军尽数抓住，关入诏狱，等候皇上发落。城外街头的严家也被我爹带人一锅端了。楚恒深深地看着太后，同样是你的儿子，为什么就如此恨朕？太后发出癫狂的笑声：你为了皇位害死了我的玉儿，就该死。我真后悔没在你出生时就掐死你。太后咬牙切齿，捂着胸口，呕出一滩血。楚恒从床上下来，神色哀伤地看着自己的母亲。我没有杀楚玉，他贪功冒进，身陷重围，我为了救他，身负重伤，险些丧命。楚恒闭上眼，克制着情绪，平静地说出这一切。太后愣住，随即癫狂大笑，拔下头上的簪子刺向楚恒。楚恒不躲不闪，簪子划破了他的脖子，鲜血瞬间冒出来。完蛋，我晕血。失去意识前，我听见楚恒撕心裂肺地喊我的名字。我做了个很长的梦，梦里冷宫中的小楚恒浑身是血地趴着等死。我拿着烧鸡从狗洞爬进去，他恶狠狠地瞪我，来看我死没死。你可不能死！我指着自己头上被他砸出的伤，看我都没死，我舍不得你这么好看的小郎君死。他苍白的脸气红了，等我好了，先弄死你。我把烧鸡塞他嘴里，堵住了他的狠话。后来我天天从狗洞爬进去给他送药送饭。我哗啦撕开楚恒的烂衣服时，楚恒骂我不知廉耻，我就使劲按他的伤口，
他疼晕过去了。我正好下手涂药，等他伤好了，我为了惩罚他，拿板砖砸我头，故意带一包狗都不吃的冷硬馒头给他，外加一壶水，防止他噎死。后来我们在廊柱上刻下了彼此的名字，一起埋下杏核时，我笑嘻嘻地看着他，等杏树长出来，你要来娶我。梦里的他重重点头，可画面一转，他身着龙袍，我跪在他脚下，颤抖地盛上毒药。陛下，我装傻，我认罪，只求你放过我的族人。他俯身逼近，声音却与梦中重合。好。我猛然惊醒，对上暴君近在咫尺的脸，他眼中情绪翻涌，一字一顿，朕履约来娶你了。我愣住，瞬间理顺了一切，所以我就是你的白月光。我早说过了，满满给我送烧鸡，满满陪我埋杏核，他委屈的像只大狗，是你自己不听。我当时满脑子都是自己是替身，哪还有心情听他解释？那为何刮掉我的名字？他眼神骤然阴郁，你承诺等我，转头却与言辞定了亲。我这才想起，当年爹爹为了保护我，在严家来求亲的时候，爽快答应将我许给了言辞，我大病一场，竟将冷宫种种忘了个干净。所以你把我弄进宫，是为报复。楚恒一把将我搂进怀里，咬牙切齿，又带着失而复得的颤抖。是娶你。无言两家谋逆，满门抄斩。吴芳妃褫夺封号，终身幽禁冷宫，非死不得出。太后终身幽禁佛堂。楚恒没去送她，只说不及黄泉无相见。一切尘埃落定，养心殿的熏香都透着一股扬眉吐气的甜。楚恒这厮前脚刚收拾完残局，后脚就拉着我一阵风似的卷回了我的钟粹宫。门刚合上，他便低头吻了下来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。我也没客气，踮起脚就迎了上去，比他还热烈。论蛮横，我顾满几时输过？一吻方罢，他抵着我的额头，气息还有些不稳。楚恒忽而起身，将2杯合卺酒端过来，递给我一杯。朕知道，新婚夜你故意倒掉了合卺酒。我尴尬地看着他，那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装傻的，但我知道你失忆是真的。我和楚恒同时举起酒杯，喝了合卺酒。楚恒看着我，眼神认真的像在祭天告祖。满满，这辈子我楚恒只有你一个，我要你做我的皇后。我还没从这郑重的誓言里回过神，他忽然轻笑一声，俯身就将我打横抱了起来。现在做点我们早就该做的事。什么？话没问出口，就被他滚烫的吻堵了回去。他的唇碾过我的耳垂，气息灼热地灌入耳窝。我们的洞房花烛迟得太久了，红烛摇曳，帐幔低垂。他指尖灵巧地挑开我腰间的衣带，稳如落英，轻轻印在锁骨上，声音暗哑的不像话。满满，我等这一天等了整整10年。我心间一颤，伸手搂住他的脖子，把脸埋在他颈窝，声音闷闷的。谢谢你履约来娶我，我的少年郎。月光悄无声息地漫过窗纱，他的吻时而温柔如春雨，时而又凶猛地像要讨回这些年错过的所有时光。我在他身下化成一池被春风吹皱的温水，意识浮浮沉沉。他在这起伏的浪潮里断断续续地呢喃我的名字，满满满满，一声声滚烫而热烈。我被他送上了云端，手指不自觉地绞紧了身下的锦缎枕头。楚恒的手摸索过来，想要与我十指相扣，却意外地碰触到了一本硬壳物件。我正意乱情迷地仰头去吻他的喉结，却感觉他整个人猛地顿住了。紧接着，耳边响起了清晰的哗啦翻书声。楚恒的嗓音里带着难以置信的低笑和一丝危险的玩味。满满，这上面的朕都会带你亲自体验一遍。话音未落，他恶意的重重一撞。我迷迷蒙蒙地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，嚯，看我这被男色冲昏的脑子，怎么把藏在枕下镇宅的春宫36室给忘了？那一夜，楚恒果然身体力行，将一本画册变成了满园关不住的灼灼春色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